非有消息，在特朗普贸易对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的航空业开始收缩。随着明显的客流减少，上座率降低，美国民航业正走向下坡。美国现在已经有3家大型航企明确将削减运力，美联航决定提前退役21架喷气式客机，达美航空决定提前退役老旧的波音757、767和空客 A319。4月11日又有消息说，边疆航空也决定减产，未来1周时间内，它周一到周四的航班数量可能下降 5%。 边疆航空是美国第8大航空公司，目前机队规模163架。美国目前共有9家主要的客运航空公司，机队规模都超过了100架。随着客流进一步减少，多数评论认为这些航空公司肯定都得削减运力，以节约成本，直面竞争。疫情结束后，全球民航业普遍呈现强力反弹势头，当时美国曾经是领头羊。2022年底，美国民航业日均客运量已恢复近2019年的水平。近2年，达美航空、美国西南航空等航空公司的盈利水平再创新高，员工纷纷获得加薪。现在却变成了如此局面，转换如此之快，令人瞠目。不过最近几周，全球民航业却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因为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地区仍然在大量订购客机。近2周之内，已经有10几家航空公司给出了订购或者是增购客机的计划。比如咱们之前介绍过的中华航空决定订购空客 A350-1000， 以及长荣航空增购6架 A350-1000 和3架 A321neo。 其他航空公司准备引进客机的消息还有菲律宾苏武航空准备再引进一批宽体客机，机型可能还是空客 A330-900， 数量可能是10架左右。苏武航空是全球著名的价格屠夫，国际机票经常不足100元人民币。它现在的运营有11架空客 A330-900， 配备高达460个座位，据称非常赚钱。香港航空准备再引进一批宽体机。香港航空是海航集团旗下的公司，疫情期间曾经濒临破产，疫情后香港航空大力反弹，与国泰旗下的香港快运贴身肉搏。现在香港航空已经重启墨尔本等远程航线，需要加大宽体机的投入，估计会从海航集团继续转移空客 A330-300。 曼谷航空可能会引进30架空客 A320。 曼谷航空据称有军方或皇室背景，该航空公司还拥有几座机场，例如苏梅岛机场等。曼谷航空的口碑很好，但此前发展缓慢，多年来它一直只有10几架 A320 以及一些 ATR 支线客机。泰国现在大力发展旅游业，加大投入合情合理。对于美国削减运力，但是多数非美地区继续增加投入的问题，各个航空媒体评论不一。有人认为特朗普会回心转意，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有人认为他可能提前下台，一切恢复原样。但也有人认为贸易不平衡问题确实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全球经济未来10年内不可避免的向下波动，进而影响民航客流。朋友们，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欢迎评论留言交流。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